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经济学人》3月21日的一篇文章，哪个国家在能源冲击中损失最惨重？本轮海湾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20多天，战争引爆的能源危机正在对全球发展中国家造成系统性的不可逆的冲击。这场危机远比2022年俄乌冲突更凶险，它不是简单的物价上涨，而是把无数国家拖进了金融、民生和社会稳定的三重地狱。当我们的目光关注阿联酋、卡塔尔、韩国、日本这些相对富裕的经济体的时候，经济学人却在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场危机中，穷国所遭受的冲击更严重。这场战争掐断的不只是石油，更是无数普通人的饭碗、口粮与活下去的底气。加油站排起的长队，学校关门，工厂停工，医院缺药，家庭断炊，这些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争中的伊朗，而且也正在约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的土地上上演。文章搭建了一套双重风险评估体系，一边算能源的依赖度，一边算金融的缓冲能力，把所有国家放进同一张风险矩阵中，谁在悬崖边，谁还有救生圈，一目了然。我们先看看最让人心惊的高危险国家梯队，这是危机最先吞没的地方。排名第一的是约旦，综合风险评分低至-1.5，是当之无愧的头号脆弱国。约旦的能源进口占 GDP 比重高达 5.3%， 其中 90% 完全依赖中东供应，相当于把国家能源命脉绑在了战火线上。更致命的是，它的外汇储备仅够覆盖 7.8 个月的能源进口，没有任何腾挪空间。油价一涨，约旦立刻陷入入不敷出的绝境，政府没有钱补贴能源，民众也没有钱支付账单，社会稳定随时有可能崩盘。而紧随其后的是巴基斯坦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也是这场危机中的标准受害者。能源进口占 GDP 4%到 5%， 而近一半都来自中东。同时，侨汇收入占到 GDP 的 5% 到 6%， 无数家庭靠在海湾务工的亲人寄钱度日。战争一打响，则直接造成了海湾劳务市场的萎缩，侨汇腰斩，外债压力又像大山一样压过来，相当于腹背受敌。巴基斯坦已经关闭了全国的教育机构，工厂停工，公共交通停运，普通人连日常出行都成了奢望。这里有一个特殊案例，尼泊尔。很多人没有想到，尼泊尔的能源依赖度全球最高，能源进口占 GDP 的 6.8%， 按理说应该是最早崩盘的一个，但是它偏偏活了下来。它靠的是两大缓冲，一个是占 GDP 8.1% 的侨汇收入，其次就是能够覆盖 10.4 个月的进口外汇储备。这就像一个体弱的人手里攥着足够的急救药，暂时熬过了休克。但是这种缓冲是暂时的，一旦战争持续，侨汇和外汇耗尽，尼泊尔依然会陷入深渊。如今已经开始实施燃气配给，民众为了一罐煤气彻夜排队。经济学人讲完谁最拆解了危机的传导机制，这是一套让人绝望的三重恶性循环，一旦启动几乎无法刹车。首先，油价暴涨导致经济账户赤字扩大，导致本币贬值，进口成本在飙升。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货币极其脆弱，油价上涨导致进口支出暴增，外贸逆差拉大，资本外流，本币疯狂贬值。原本100块能买的石油，贬值后可能要花150块，成本越涨越贵，赤字越扩越大，形成死循环。第二重循环则是海湾劳务市场的萎缩，侨汇锐减，民生支出压缩。中东是全球南方最大的劳务输出目的地，战争让工地停工，企业裁员，海外的务工者被迫返乡，家里因此会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政府没有侨汇补充外汇，只能削减医疗、教育、社保开支，普通人可能连看病、上学都会成为奢侈。
而第三重循环则是由于外汇耗尽而导致的削减食品和药品进口，最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外汇是穷国的生命线，用来买石油、粮食、药品。当外汇见底，政府只能优先保证能源，而放弃粮食和医疗。粮价飞涨，药品短缺，饥饿和疾病也有可能蔓延。如果再因此引发抗议和骚乱，那么国家则有可能从经济危机滑向政治危机的边缘。这三重循环叠加，连锁反应已经爆发。斯里兰卡因为燃料短缺，强制企业每周休业，经济近乎停摆。巴基斯坦关停学校，公共服务全面收缩，尼泊尔燃气配给、家庭烹饪都成了难题。这些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南方脆弱经济体集体崩塌的前兆。接下来，文章也分析了一些结构性的差异，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同样是亚洲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命运却天差地别，有的已经进入了安全区，有的则有可能隐藏着隐形的雷区。先看相对安全的国家，代表是印度和泰国。印度的能源进口占 GDP 3%，其中 51% 来自中东，供应相对多元。同时，印度拥有70天战略石油储备，外加可以覆盖7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双保险扛住冲击。所以即便油价上涨，印度也能够靠库存撑一段时间，并不会立刻崩盘。那时印度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长期大规模的在做低价卖俄罗斯石油，精炼在高价卖给欧洲的双手生意，一直持续到2026年初欧盟堵上后门为止。从2022年到2025年俄乌战争期间，印度长期以$60每桶的价格从俄罗斯买进石油，再经过精炼以85到90每桶的价格卖给欧洲。这一来一回，既解决了自己的能源问题，还积攒了不少的外汇储备，这也让印度在本轮危机中比邻居们的处境都要好了不少。其实说起来，遇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都差不多，存款和外汇储备才是应付危机的底气。谈完印度，再说说泰国。泰国也挺有意思，它的能源进口占 GDP 比例是 7.3%， 比尼泊尔还要高，按理说极其危险。但泰国手握100天战略能源储备，还灵活转向采购俄罗斯原油，绕开中东供应瓶颈，成功缓冲了冲击。这告诉我们，依赖度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储备，没有替代方案。而隐形的雷区最典型的是孟加拉国，它的服装产业占出口 84%， 是国家经济支柱，而服装工厂完全依赖进口燃料发电运转，油价暴涨，一方面生产成本飙升，利润被吞掉，而另一方面全球需求萎缩，出口订单减少，进出口两端同时受创，相当于支柱被锯断，外汇收入暴跌，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债务和能源的双重危机。最后，经济学人还分析了这场危机超越经济的灾难，它正在摧毁粮食安全，把无数人推向饥饿深渊，也让各国政府陷入无解的政策死局。能源危机直接引爆粮食危机，天然气是化肥的核心原料，油价和气价暴涨，化肥价格跟着飞天，农民用不起化肥，粮食则会大幅减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发出红色预警，2026年全球饥荒人口或将创下历史新高，近4500万人会因为这场冲突陷入急性的粮食不安全。原本3.18亿饥饿人口的基数将再添一笔沉重的数字，运输成本上涨 18%， 援助粮可能根本送不到最需要的人手里，饥饿也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政策层面，各国政府也将面临是保货币还是保民生的残酷2选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援助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覆盖这么多国家从能源到粮食的双重赤字。政府如果选择加息保汇率，那么民众的生活成本就会飙升；如果选择降息比民生，那么货币就有可能面临禁砍，奏可则有可能瘫痪。无论选哪条路，普通人都是牺牲品。
因此经济学人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结论，这场能源冲击正在制造全球南方的漏斗效应。地缘冲突的代价可能最终全部会由资源匮乏、缓冲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富裕的国家可以靠战略储备、货币霸权扛过冲击，而穷国则没有任何盾牌，只能被动承受一切。这场危机的深度、广度和破坏力远远超过2022年的俄乌战争，因为它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次大洗牌，也可能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大崩塌。全球的南方都有可能正在被战火与油价拖入系统性的危机。未来如果战争持续，油价如果继续上涨，那么会有更多的国家步斯里兰卡的后尘，饥荒与动荡可能会蔓延到更多地区。当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伊朗、阿联酋，那些被遗忘的国家里的普通民众可能正在遭受这场地缘冲突的无差别伤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